诺基亚这个品牌沉寂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又回到人们的主流视野中。在去年的 CES 大展上发布了最新的机型诺基亚6，定位千元档。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做过视频，这也算是发出了一个信号，诺基亚开始往用户群体更多的性价比手机市场进军了。目前的市场上的千元机大多是国产的，基本上呢没有什么设计感可言，甚至还有的是大塑料的机身材质，制作的工艺呢普遍都不高，拿在手里呢廉价感十足。就在这一次诺基亚刚刚发布的新一代的诺基亚6，定位在1500元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曾经的王者诺基亚现在手机做的怎么样。首先诺基亚6第二代呢有2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和银白色。2种颜色的机身都是由一整块6000系列的铝合金切割打造而成，然后经过双色阳极氧化处理。我们这一款呢是黑色的，机身四周的 CNC 切边上呢有一圈细细的铜红色线点缀，正面呢是一块 5.5 寸的 1080P 屏幕，覆盖了大弧度的 2.5D 大猩猩保护玻璃具有非常高的硬度和韧性。右上角呢依旧是熟悉的诺基亚 logo， 听筒的面积比普通的手机要大了很多。转到背面，一体成型的金属背板上做了细腻的磨砂质感处理，摸起来呢还是比较舒服的。搭载了单摄像头，双色纹的闪光灯，摄像头几乎没有什么凸起。整机相对于上一代的最大变化就是指纹从前置变成了后置，指纹识别的位置呢也是比较合理，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手指都能轻松够到。诺基亚6背面的摄像头、闪光灯、指纹识别和诺基亚的 logo 都在一条中轴线上看起来呢是比较舒服的。点亮屏幕，诺基亚6呢并没有上最近流行的18:9全面屏，额头和下巴呢都是比较宽，除了没有上边的全面屏，整机的做工和用料呢都是非常扎实的，尤其是这个金属中框上手的质感比目前市场上的千元机呢都强了非常多。最主要的是它可不是拱板架构在最重要的处理器上，诺基亚6第二代由上一代的骁龙430升级到了最新的骁龙630，这是一颗8核心的终端处理器。之前呢也和大家聊过，有着非常优秀的功耗控制和更强的性能表现，在实际应用的表现中呢比同级别的625呢是要强一些的。再配合4G 的运存，日常使用和切换应用呢都是比较迅速的。在我们的测试中，安兔跑分9万 Geekbench 4的单核跑分800多，多核为4100多分， 3D Mark 呢为835分，在闪存的读取速度上为277每秒，写入速度也突破了200兆每秒。新一代诺基亚6呢无论是 CPU 还是 GPU 方面，整体的表现中呢都是同价位中不错的水准。我们手上的这台新一代诺基亚6已经推送了最新的安卓 8.0， 如果你购买的话，到手之后检查系统，点击升级更新也能吃上奥利奥了。这也是诺基亚国行产品中首款搭载安卓 8.0 的机型，每个月呢还会收到最新的安全更新，整个系统呢非常干净，并且拥有原生般的反应速度。这次诺基亚6上也专门为国内用户增加了支付宝、微信的指纹支付，还有应用双开，可以登录2个微信和2个 QQ。安卓 8.0 呢这次还新增了手势操作，手势中呢可以完全隐藏底部导航栏，通过滑动手势呢就可以实现导航的操作。虽然说这次诺基亚6的系统呢在国内做到了深度定制，但是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说批量整理图标等等一些小细节。新一代的诺基亚6摄像头后置1600万像素 f2.0 的大光圈，像素点 1.0 μ， 支持 PDF 的相位对焦。前置摄像头为800万像素，光圈也是 f2.0， 像素点升级到了 1.12 μ， 对于喜欢自拍的用户呢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新一代诺基亚6呢并没有搭载目前比较流行的双摄，只是一个后置摄像头。不过这个价位段的双摄呢实际应用中并不是特别多，而且效果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诺基亚6的电池容量为3000毫安时，这个容量相对有一些小，一天使用下来呢就应该没电了。但是诺基亚6可是支持 QC 3.0 的快充的，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给手机充入 50% 的电量，充满呢也只需要1小时20分钟，并且还搭载的是2000元档才有的 Type-C 接口，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和很多旗舰机都可以通用充电器和数据线，大大增加了使用的便捷性。第二代诺基亚6的 slogan 是全新诺基亚6，反正都值得。我们体验下来确实做工和用料呢还是比较扎实的，而且手机的质感呢营造的非常不错，在千元机中呢是比较少见的。再搭配高通最新的骁龙630的处理器以及接近原生的系统，在日常使用中呢是没有什么卡顿的。QC 3.0 快充 Type-C 的接口在这个价位段呢也是比较少见，不错的性价比也确实对得起反正都值得这个宣传语了。但是没有上全屏和双摄，还有比较小的电池，让人稍有一些遗憾。不过整体体验下来，这次诺基亚6呢还是非常值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同时也希望国内的厂商对千元机也要多上点心不要为了一味的追求全屏而抹掉了最基础的东西。